印度少女是印度很特殊的群体，表面听上去是很神圣、很高级的存在，接受信徒的顶礼膜拜。然而实际上，他们就是僧妓，任由僧人发泄欲望的工具而已。10几岁就被卖入寺庙，等人老珠黄就被无情的抛弃，流落街头。印度政府不是没有禁止剩女制度，但每年依旧有上千名少女惨遭毒手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，与中国、尼泊尔、不丹、缅甸、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接壤。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.2亿人。印度教是印度的国教，然而在这个教派背后有着一个存在上千年的传统。印度圣女才11、12岁，甚至5、6岁懵懵懂懂的女孩，突然有一天被选为了圣女，母亲为他们盛装打扮，信徒向他们膜拜，就是这辈子都不能结婚。听上去好像是件蛮好的事情，但事实上这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高光时刻。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在完成仪式后依旧可以返回家里生活，寺庙会给这个家庭发放一笔钱，孩子还没满12岁的就等他慢慢长大，要是满了，那只要是寺庙传唤，不管做什么都得无条件的接受，包括成为那些僧人泄欲的工具。不仅如此，哪怕是寺外之人，只要愿意花点小金钱，也是能享受到圣女的服务的。因为少女是服务神明的，僧侣认为自己是神明的代言人，享受一下怎么了？信徒会觉得接受圣女的服侍能离神明更近一点，在他们看来，所谓的圣女就是招给他们享受的妙计。一群10几岁所谓的圣女，白天在寺庙努力干活，接受信徒膜拜，等到了晚上就得无条件的供僧人享乐，有的时候还得接待有钱的香客，几乎全年无休。这还不算完，因为这些僧人在发泄欲望时根本不会做任何措施，圣女怀孕时难免的，孩子的父亲是谁压根不清楚，如果孩子运气好出生了，也注定是极其悲惨的一生。如果是女孩，样子长得又好看，那他们就会步入母亲的老路，成为从小就被圈养在寺庙的圣女。如果是男孩，那就得从事各种低等的肮脏的工作，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，最后死得悄无声息。另外，乱交的同时也会导致很多人染上艾滋病，几乎大半的圣女都患上了艾滋，始作俑者的寺庙不会管，而这些圣女也没钱看不起病，最后结果就是被无情的赶出寺庙。要知道，挑选圣女就2个条件，一是好看，二是年轻。谁要是失去这2个条件，只学到取悦僧人，连一点生存技能都不能理解的圣女，在社会上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容身之处。为了能活下去，大部分人只能重归老本行，出卖自己的身体，赚那么一点生活费。然而少部分的人不愿意，就只能做那些最脏最累没人愿意干的活，直到某一天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因为艾滋和劳累就这么死掉。但这一切没有人会在乎，对寺庙而言，这些圣女死掉就死掉了，反正只要他们愿意，随时都能补充。印度圣女惨吗？很惨，说白了就是一火坑。印度人不是不知道，相反他们心里清楚得很。虽然膜拜的时候很虔诚，但谁都知道他们不过就是僧人以及有钱人的玩物而已。即使如此，依旧有很多家庭心甘情愿、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寺庙里当妓。哪怕在上世纪80年代，印度政府早就已经宣布废除圣女制度，也依旧没能阻止他们送女热情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穷。因为没钱，他们无法接受教育，迷信的认为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当圣女，要是被某些高种姓的僧人看上了，自己就能大翻身；就算看不上，不过就是一个女儿而已，送去服侍神明，也能给自己下半辈子带来好运。再说了，如果成功入选，寺庙还会给一笔钱，自家女儿接客赚到的自己也能拿一点。而且要知道，印度最恶毒的诅咒就是肉生女儿，因为女儿是真正的赔钱货，嫁人的时候还得准备丰厚的嫁妆，要是男方不满意，殴打虐待女方都是常有的事儿。更恐怖的是杀妻，直接把新娘烧死，完了男方一点事儿都没有，照样重新找个新娘，再拿一笔嫁妆。你说干脆不嫁不就行了吗？抱歉，还真不行。在印度，嫁不出去的女人会遭到所有人歧视，甚至是父母也会受到牵连。因此有些家庭看来，成为圣女倒不为是一个好办法，毕竟不用给嫁妆，还能收到寺庙给的钱维持家用。因此哪怕是国家明令禁止，每年依旧有3000多名少女被迫成为圣女，遭到凌辱虐待，而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了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